不管你怎么看，小生觉得《重生》这片子拍得太保守了。也许有人疑惑，不是都说这部电影敢拍，打戏生猛，反转重重吗？哪里保守了？小生不否认，作为犯罪片，《重生》的质量是过硬的，角色与故事在跳脱常规套路方面有大胆尝试，不俗的市场反馈也从侧面体现了观众的肯定。但令小生难以释怀的是，影片真正的亮点在一定程度上被视听刺激和剧情节奏带来的爽感掩盖了，导致很多人没留意到《重生》的内涵其实有很大的解读空间。何为重生？就是误入歧途或遭遇绝境的人，以某种方式达成夙愿，回归正道，摆脱过去的不堪与屈辱，开启新的人生。重获新生的途径有很多种，而片中主角们的选择是完成一场彻底的复仇，不死不休。纵观全片，复仇是无可争议的主题，只不过手段不同，目的各异，因果叠加出的结局也就大相径庭。理清3次复仇与相应的3种结局，才能更深刻理解重生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友情提示，最好还是看完原片再来看小生的解说，因为分享一道菜的口感还得是各自品尝过后才更有味道。先从阮经天饰演的缉毒警察安度以及他的复仇说起吧。凄惨的童年是反派的标准出场配置之一，安度也是如此。儿时全家寄人篱下，母亲惨遭叔叔霸占，父亲不堪羞辱悬梁，自己更是受尽叔叔的淫威欺凌。虽然成了缉毒警，但在叔叔眼中与家犬无异，杀父夺母之恨，尊严丧尽之辱，必须用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来化解。你自己跟你这个什么事？你想清楚了？安度设下棋局，以铲除毒品犯罪为名，安排有意找毒贩寻仇的张耀做卧底，又将走投无路的毒虫巴莱收入麾下。3人协作，顺利收缴了毒贩集团的不义之财。至于和毒贩狼狈为奸的叔叔，也被巴莱送进了地狱。大仇得报，安度获得重生了吗？没有，苦难的经历早已扭曲了安度。叔叔的滔天权势带给他无尽苦难，也令他垂涎3尺。打击贩毒团伙，干掉恶贯满盈的叔叔，乃至将曼城黑恶势力残党一网打尽的大胆行动，都与复仇无关，只是为了独占曼城的权柄财富，以及年轻貌美的婶婶南茜。屠龙者终成恶龙，死到临头仍不悔改。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本来就是这样的。说到底，就算安度成为曼城的新主人，他也不过是受野心和欲望驱使的行尸走肉，一副被罪恶借尸还魂的躯壳罢了。自己活成了仇人的模样，何谈复仇与重生？那与之对应的主角张耀，他的复仇是否能为自己付出牺牲呢？如果没有结局时才公开的暗线，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张耀特种兵出身，勤奋踏实，妻子贤惠，女儿可爱，一家人本该拥有平淡而幸福的未来。然而自己出海务工期间，妻子遭人算计，沾染毒瘾，女儿意外夭于车轮下，短短几个月，毒品就害得他家破人亡。按惯常的爽片剧本，身手不凡的他会打入黑恶势力内部，向毒贩们讨回血债，既告慰妻女在天之灵，也让自己走出惨痛的过往。重生前50分钟的确是这么安排的。张耀在安度协助下，假扮毒枭木坤私生子，不仅得到信任，将毒贩金库密码拿到手，还杀穿了毒巢。不得不说，这段戏码的确爽感十足，观众对本片的好评也多集中于这一部分。但重生的爽多了一份复杂。安度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一旦黑金得手，便将杀害叔叔的罪名栽赃到张耀头上。就算没有安度的背叛，单靠张耀也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复仇。他的仇人不仅仅是给妻子下药的小毒贩，以及制售毒品的毒枭，还有更多他无法触及的黑恶势力。单打独斗无法阻止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原本幸福的家庭身上。复仇不彻底，何谈重生？恰如安度盘算的那般，张耀已经没希望了。但安度算错了一件事，张耀不是孤狼匹夫，他早已有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其一是表面忠于安度的巴莱，其二是安度觊觎已久的南茜。卧底贩毒组之前，巴莱眼睁睁看着意外染毒的妹妹傅西致死，肝胆俱裂却无能为力。南茜的缉毒警父亲因不肯与高层同流合污而被灭口于家中。曼城早已被毒品和罪恶侵染，每个受难于毒品的人都有血债要讨。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像张耀的妻子，像巴莱的妹妹一样，汇集于曼城的下水道中，一边忍受毒瘾的折磨，一边在肮脏与不见天日里默默腐烂。早在
在故事的开端，张耀、巴来与南茜便已在这里相识，三人目标一致，携手做局，向公众揭露曼城毒品犯罪与安度的阴谋。只有这样，才能为失去的亲人以及所有受害者们讨还公道。这不是一个人或3个人的复仇，而是所有受害者共同的复仇。由此，下水道的居民们联合了起来。张耀破了自己的面相，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潜入帮派。南茜忍辱屈身于安度的叔叔，伺机而动。痛恨毒品的巴来把自己变成一条毒虫，创造接近安度的机会。下水道的一个个受害者们也在各个关键环节发挥着作用，共同推进复仇大计。只有安度自以为掌控一切，不知不觉间踏入受害者们为他编织的天罗地网。最终3人以惨烈的牺牲为代价，让安度身败名裂。这个野心家至死都不明白自己到底走错了哪一步，又输在了谁手上。这便是本片的第3重复仇。曼城是一座虚构的东南亚城市，在这里毒品带来的是贫困、疾病、犯罪、死亡与绝望，同流合污不过是罪恶的延续，孤军奋战也并不明智。于是下水道的受害者们才选择联合起来，共同向笼罩曼城的黑暗讨债。正是这种彻底的自下而上的复仇，驱散了曼城的黑暗，为受害者乃至整座曼城带来了可期的未来与真正的重生。最后，小生解释一下开篇对重生的评价。出于观赏性考虑，多数禁毒题材犯罪片更倾向于将主视角放在缉毒警或毒贩这样的强对立面上，而对受毒品戕害的普通人呈现相对有限。就这点而言，影片重生实现了突破，把主流的当权者视角下沉到了所谓的布衣之怒。通俗来说，就是小人物如何反击。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布衣之怒与士之怒，是彗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鹰击于殿上，是流血无步，天下缟素的爽快。所以说重生保守，是因为我们只能在虚构的电影故事里讨论这种爽值回了一张票价。但不要忘了，平行的现实宇宙中有太多国家地区的普通人们就生活在曼城的下水道里，他们需要懂得，一旦光脚的人被逼上绝路，有鞋穿的人便没了退路。他们更需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与重生的可能。